大家好，本影片会教大家如何使用 Script 量测距离、角度和双面角。首先，我们从最常用的距离量测开始，这在分析断件和成件时间时特别有用。用一个 PF6 断件的例子来作为示范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PF 键，它的原子编号分别为345以及222。我们开始示范如何使用 Script 来量测原子间的距离，也就是 rep.py。设定 Center Atom 为345，Major Atom 为222，然后就会开始读档。在这个案例中 ，Center Atom 和 Major Atom 没有差别。程式会询问是否要调整原子的周期，中括号代表预设值，输入 n 代表不调整，然后会询问是否要对曲线进行平滑。由于上一部影片已经示范过，因此本部影片不会详加赘述。程式生成了一个档案，第一个数字是 Center Atom， 第二个数字是 Major Atom。稍微滚一下时间轴，我们就会发现它从 9.6 突然变回 1.6， 然后呢，再过没多久又变成了 10.2 左右。这个是因为它受到了隔壁周期的原子影响。按右键开启就可以 Excel 的方式来打开这个档案。可以发现说它的数值大约就落在9到10之间。这是因为 rep.py 会以第一步的距离作为基准进行周期追踪，因此一直都能够保持在 9.6 angstrom 左右。换句话来说，只要第一步的距离是错的，后面的距离也是错的。原子345和原子222之间本来应该有间接，但测量的距离却高达将近10个 angstrom。这是因为在这个晶格内的这两个原子距离就是 9.64 angstrom。如果说要把它改成邻近的周期原子222的话，我们就要进行周期校正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周期校正的环节，以手动设定让345和邻近周期的222进行距离量测，距离维持在 1.6 angstrom。从图中可以看到，要和负 a 方向的222原子测量距离。这次 Center Atom 和 Major Atom 就相当重要，以345为中心调整222的周期，因此 Center Atom 是345， Major Atom 是222。这次我们要来手动调整原子，所以说要选择调整第0步，然后选择手动调整 M。因为我们要调整到负 a 方向，所以输入 a， 然后按负号。现在的距离就大约是在 1.6 angstrom 附近，也就是标准的共价键长度。刚刚我们以345来作为中心，这一次我们换成以2222作为中心原子进行测量，因此我们要把0挪到正 a 周期的地方。Center Atom 输入222， Major Atom 输入345。跟刚才一样，同意调整第0步，选择 M。由于是正 a 方向，所以输入 a， 然后选择正。这样就可得到以222作为 Center Atom， 345作为 Major Atom 的距离，与345作为 Center Atom 的数值是一模一样的。确认并调整 Major Atom 到指定周期的过程很麻烦，
因此出现自动模式，它会判断最合适的周期，并测量两个原子之间的距离。现在开始示范。自动模式不用管 center atom 跟 major atom，同意调整第零步，设定成自动模式。这样子跑出来的结果跟手动调整的答案是一样的。如果自动模式算出来的不尽如人意，我们才会使用手动操作。自动模式在分析断键的时候非常好用，因为它会以第一步的原子间距离为基准，进行周期追踪。如果是要了解形成键结的过程，就必须改用反向自动模式。这是因为在成键反应中，若键结能稳定维持到最后，那么最后一步的距离就会是共价键的标准距离。所以反向模式会以最后一步的距离为基准来进行周期追踪。示范一个稳定成键的例子，在反应后期，编号179和编号185的碳原子会形成键结，并组成草酸的平面结构。这次使用反向自动模式来进行测量。在这种模式中，center atom 和 major atom 的顺序并不重要。这里虽然写说校正第零步，但其实也有可以从后面校正选项，也就是 RA。这样就获得两原子间的距离轨迹，最后的键长约为 1.36 angstrom。如果遇到自动模式和反向自动模式都无法准确判定的特殊情况，也不想一个个手动调整，还有一个方便的模式——洒水器模式，它会计算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前、后合计27个周期的原子间距离。只要选择你需要的那个就好，省去大量手动尝试的时间。就像洒水器把水洒到周边各个角落。以一个不稳定的键结为例，原子135的氟和原子210的氢，在1051飞秒形成 HF， 但是在1235飞秒的时候断键。这次选择 Sprinkler Mode， 也就是洒水器模式，简写为 S。然后就可以确认在1050飞秒附近是否有键结产生，而可以看到说这个的键结大约是在 1.3 到 1.4 angstrom 左右。刚才我们都是在互动界面上输入数字，这次写在一个档案里。以刚才的例子来作为说明，在档案里，第一行输入135，第二行输入210，接着在输入指令时，只要在后面加上 atom file 标签，然后输入档案名称 atom file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不仅能够在操作时避免打错字，导致需要从头来过，还能够将所有的原子编号和参数都清楚地记录下来。这个功能在 rep.py 中还看不出它的厉害之处，但介绍后面需要大量输入的 script 时，就会发现它的实用性。能不能一口气计算 pf6 6个键长，只输出一个档案呢？当然可以，使用 meltrep.py。操作方法相当接近之前的 rep.py， 输入待测原子对，数字间以空白分隔。本程式全部都是自动模式，若算出来的答案不是你想要的，再用 rep.py 个别调整。输出的档案中，每一行就代表一对原子之间的距离。这里同样能够使用 atom file 的功能，
我同样创立一个档案，把刚才的 pf6 的原子对写在档案里，同样挂上 atom file 标签以及档案名称，这样子就可以进行自动输入了。关于键长的测量到此为止，接下来讲测量角度。Central atom 位于键角的顶点 ，side atoms 位于键角的两边上。关系如这张水分子的示意图。这次的例子是测量草酸根的角度，以185作为 central atom， 以179和328作为 side atoms。设定 center atom 为185， side atoms 为179和328，以空白分隔两个数字。测量角度以自动模式居多。输出的档案，第一个数字是 center atom， 后面两个数字是 side atoms。输出结果以 Excel 做简易绘图，可以看到角度约120度左右。角度除了度量外，还有弧度量。只要把 Radian 的标签打开，设定为1，就可以切换成弧度量。以相同例子作为说明。120度换算成弧度量大约是 2.09， 平衡时的数值也大约在 2.1 附近。最后介绍的是双面角，空间中3个不共线的点组成一个面，第4个点需和其他3个点不共面，再从这3个点中寻找2个点，这样子就可以组成第2个面，而这2个面的夹角称为双面角，这2个面共用的线称为共线。仍以草酸根为例，理论上草酸根的4个原子应该共平面，所以它们的双面角应该要接近0度。这次以原子185作为 central atom， 179作为 collinear atom， 327和328为 side atoms。使用的 script 为 dihedral_angle.py， 以185作为 central atom， 179为 collinear atom， 327和328为 plane atom， 以空格作为分隔。输出的档案，第一个数值为 central atom， 第二个数值为 collinear atom， 后面2个为 plane atoms。输出结果绘图之后，可以看到双面角仅7到8度，符合草酸根结构的预期。本程式一样可以用弧度量计算，同样是把 Radian 的标签打开，并设定为1即可。结果绘制成图，数值大约在 0.15 左右。以上就是关于距离、角度和双面角的程式操作说明。距离量测主要用于观察断键或成键的过程。你可以使用自动模式来处理断键，或使用反向自动模式来处理成键。若遇到不稳定的键结，洒水器模式则能帮你快速找到正确的原子配对。角度量测能帮助我们了解分子的平面结构。双面角描述2个平面之间的夹角，是研究分子立体结构的工具。希望这支影片能帮助你量测与分析分子结构。